大家好，我是梵天。Hello，我是小白。对，今天的话呢，是我们这个频道开始的第一期节目。然后的话呢，主要是由我梵天跟小白一起来搭档，然后主持我们在 YouTube 上进行数字货币的一个行情讲解。而小白的话呢，因为他之前没有去太多了解金融领域，所以他对这个数字货币呢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主要的话呢，就是我跟小白一起搭档，然后来主持今天的一个节目。那我现在看到这个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这种图像啊，我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需要问梵天。没事，就反正我们今天主要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因为在未来当中我们还会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跟各位观众，对不对？因为我们虽然说现在也是第一期做这么一个节目，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够长期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今天的话呢，我就想跟小白讲解一下关于我们认为几个主流的数字货币的一个品种，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问一个，这个我看到的现在的所谓你们讲的这个 K 线图上面的什么红线、绿线、蓝线代表着什么吗？其实它这个是在于行情软件当中，其实是可以调成绿线跟红线，包括你也可以调成其他的颜色。其实我们要明白一个东西，就是，你先不要去管它的颜色是怎么样，我们要注重的一个东西的话，就是它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看一下屏幕上这个白色。这个白色的呢，就代表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就是一根 K 线下跌的一个行情。哪个位置啊？就在这里。哦。行，我先把行情调成日线图。这是日线图，就代表每天的。对，就它代表的话呢，就是一根柱子呢，就代表了一天，知道吧？一根柱子代表了一天。然后像那个白色的话呢，就代表这根柱子呢，就这一天是下跌的。对不对？白色代表这一天柱子是下跌。对，然后像那个绿色的就代表那个柱子一天是上涨的。但是你点的每一条线就意味着是每一个股票，每一只股票，对吗？它是比特币。那就是代表的是它的这个币种当天的一个汇率，能不能这么理解呢？不是，它代表的话呢，就是这一天它那个行情价格是上涨的还是下跌的。就这一天的它的这个币种。对。可是它有很多条线啊，你现在这个封面全部都是比特币的吗？这里您发现它每一根柱子就代表了一天，所以它那个行情你可以无限的看时间。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不是日线图？是日线图。日线图那代表的是一天，可是我看到现在像山峰一样的很多条白线的呀。那你说那里是今天的，那这边是什么？就靠左这边是什么？它没有说靠左边，就是说它每一根柱子呢，就代表了就是一天，知道吧？那意思也就是你看这里有很多的那个波浪，对不对？也就代表着说今天上涨，明天下跌，明天然后形成的这种波浪，对不对？就每一天代表一根柱子，说明你看，比如从这里也就代表了，比如说2024年7月4号到现在这个行情，比如说这一天就代表就是7月份7月4号。到现在这个行情，所以我理解的，你看你刚才说到7月份了，我理解的这就不是日线图啊，这应该是整年的呀。所以你理解的日线图跟我理解的日线图不一样，我说的日线图就是当天的画像。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我们调所谓的日线图代表的就是一根柱子代表一天，知道吧？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时间随便调，比如说我可以调，就是一根柱子代表1秒。也可以逐秒观察市场。对，就比如说也可以1分钟，就是这种，但是那这种就太细化了，完全就看不清楚。所以就这样的话呢，就意义就不大了。所以我们一般看的话，都是看1个小时就是这个一天的趋势。不一定的，因为我们一般看行情的话是这样的。首先来讲，我们当打算去看行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配合一个东西叫量价时空。比如说像现在的话呢是2024年9月28号，对不对？
2020年9月28号，意思就是马上的话呢，这个月份就要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月份马上过去了，意思也就是说，那马上就要进入到10月份了。进入到10月份之后，那我们首先第一要看到的话呢，就是先看它的月线图。为什么要先看月线图呢？因为我们先看一下月线图之后，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OK， 你这个比特币大概1个月，或者说这个月收尾会怎么收，然后下个月它会以怎么样的一个行情来走，就基本上就可以来判断一个月线的一个行情。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里，9月份，比如这根柱子就代表了9月份。9月份的话呢，它是上涨的，对不对？对。就白色代表下跌，绿色代表上涨嘛。因为这个颜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只不过来讲，我们现在设置这个行情软件的话呢，它设置这个颜色是这样的。然后的话呢，这个比特币像比如这个月它是上涨的，它今天涨幅的话呢，就这个月就涨了15%，就涨了11.69%，知道吧？就这个月就涨了11.69%。那你想一下，这个幅度肯定是要比 A 股啊这些品种要涨多。11.69%。对，就这个月。那我们要不用这种就是数据或者金额来换算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假设你说这个月涨了11.69%，对吧？就百分比嘛。11.69%，也就是说，如果我在上个月8月份买了100万的这个比特币的话，那么11.69%我这个月有多少的利润？就大概赚11万多嘛。11万多。也就是说这是我的增值部分。对。那如果我是500万的话，那这个金额就叠加更高。对，就反正乘一个11.69%。比如说比特币现在它这个市场行情其实都是一个趋势是比较好的。现在因为现在它那个美联储现在已经降息了嘛，然后降息之后的话呢，其实对整个数字货币它有一个刺激的作用，所以数字货币它这个月的话呢，所以它的涨幅是比较大的，然后直接可以，你看现在这个比特币价格现在已经涨到的65000多了一个。那原来在最低处的时候是多少？那就多了，最低处的时候，如果你在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情现在看到的有限，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2022年国庆的时候，它那个价格的话呢是1万多，15000。2022年国庆。对，就是15000，现在是6万多。那时候还是疫情期间。对。就所以你看它那个涨幅其实是很大的。15000，现在6万多。对。它这个百分比很高。那就翻了几倍嘛。对，这个比房产的这个投资还对，你想一下，还更高。就这22年的国庆到现在一共才整整2年，过去2年嘛，然后从15000，然后涨到现在65000，那你想一下翻了多少倍？那它有跌的时候吗？最近？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因为现在行情主要还是以上涨为主，所以它最高的时候其实65000也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它最高的时候涨了7万多。也就是现在还不算最高的时候，如果它再往上涨，也要涨到这个峰值也可以涨上去。因为我们像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它就已经涨到7万多了。也就是说在3月份到现在才下跌到6万多。对。那么如果我是在我是小白但是我想了解的是，我们跟我搭档的这个朋友，小白嘛，他名字就叫小白，所以因为他自己对这个数字货币是真的一窍不通，甚至说对整个金融领域的我还是懂一些黄金的就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我的真实名字就叫小白。所以呢，我就是刚好小白，然后刚好房天找到了小白。然后我想说的是7万5，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买在最低点的时候，假设说像2022年的国庆，它也不是最低点，因为最低点应该有几千的时候。最低点的话，那就很低。可能在一开始大家玩这个比特币的时候是最低点的时候。那么我现在举个例子，如果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小白很多人就是我们的一些观众也好，很多应该之前如果说也没有在一些国内的一些 A 股玩过的话，他想去关注这个比特币，他也是小白，他跟我会有一样的问题。那么假设我是在2022年，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国庆期间是按1万多买入的，我现在已经涨不到6万多了最高点现在到目前最高点看到的是7万多我即便下跌到6万多，其实我也没有亏，因为我是在比较超低的时候买入的。其实我已经也翻几倍了。
对对，也就是说我的本金在那里其实已经翻了几倍了。对啊。那它未来这个市场，我们能不能预判到，比如说在几年后、5年后还是3年后，它会回跌到1万多的点数吗？这个可能性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说这种存在的概率会相对比较低一点。而且现在美联储的政策主要也是以降息为主，然后降息为主之后的话呢，其实对整个比特币来讲，它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作用。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美联储降息，它可能还会延续8到9次嘛，8到9次，所以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也就是说，在未来2-3年，其实比特币的价格可能还会继续上涨，而且站在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很有可能将来会超过10万美元一个。现在我们说的6万多也是美元。对对对。那它这个价格很高啊。对对对。那也现在说，其实这个比特币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数字货币这种币种是适合我们去投资的。我们不能说它适合任何一个人去投资，只不过来讲说，我们具有这种区块链信仰的人，他可能是对这方面的接纳程度会比较高一点，对不对？因为我们没办法去让每一个人都去接纳这个东西。OK， 那美联储降息其实它是在今年9月份嘛有一次嘛。对对。那你预估的下一次可能在明年还会有一次？应该年前会有。那这个间隔时间是非常短。对对对。它就是为了刺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今天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1天，然后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比特币这个月线图，因为像我们看到现在比特币的月线图，它是这个月是上涨了11.6%，然后的话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下个月比特币的行情，也就10月份的比特币价格可能还会延续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因为现在上涨的力度是比较强劲的，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但是我并不建议说你马上就在10月初的时候就买进去，因为K 线图一般都会有一个上影线跟下影线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介入这个市场呢？就等那个月线图的 K 线图，等它那个下影线打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到时候买进去是最适合的。所以我个人预估的话呢，就是在大概在10月10号之前，可能这个下影线可能就会出来。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买比特币的话呢，大概就在10月份10号之前吧。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找一个合适的价位，到时候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追踪我们的频道。到时候的话呢，根据我们那个节目，到时候也可以踩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买进去。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在10月份中旬左右，它的这个价格会往下掉，然后往下掉之后呢，可能比如说在这个11、2月的时候，要会往上涨幅比较多。对，就所以它可能会10月份的行情，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大概的给我的感觉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先跌后涨的一个行情。所以来讲的话呢，到时候大家可以随时追踪我们的这个频道，然后的话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时候的话，等价格合适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去通知大家去购买的。然后我们这个是看了大概整个10月份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因为像今天的话呢是9月28号星期六，然后它不仅是这一个月的月末，同时也代表了这一个礼拜的一个月末。所以我们看这个行情判断未来的话呢，就不仅要看这个月线图，同时我们也要看这个周线图，因为现在这一周马上结束了，今天星期六了，明天就第1天了嘛。对，就所以也就是说，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周的行情，它走势也是一样的，从周一到周二2天它是下跌的，然后的话从周3、周4、周5，然后才开始逐步上涨上去的，对不对？对的，就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因为它一根柱子代表1周嘛，所以现在它这个比特币现在已经连续涨了3周了嘛，连续涨了3周，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等下个礼拜，因为我们刚才也看了月线图，大概10月10号之前可能会有一个调整，所以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下个礼拜。比特币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心它，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其实大的调整不会有的，最主要的目的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月线图的下影线把它给打出来。那我们除了看你说的周线图、日线图、月线图之外，是不是我们也需要看这种半天的或者是小时图？
对，就所以关注它呢？对，因为今天时间是9月28号，所以我们看这个行情一般也都是从长周期往短周期去看，然后我们也就大概知道了，从月线图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它会有一个先跌的一个行情。那么同时我们从周线图也可以看出了大概，行情价格下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个小的调整。然后我们同时再看到每一天里面去，再看一下日线图的一个行情走势。日线图的行情走势，像今天的话呢是星期六，对不对？看星期六，星期六的话呢，它这个礼拜在25号的时候，它有一个小幅的调整，然后连续的话呢是上涨了3天。像今天的行情的话就上涨了一点点，那这个我们忽略不计。然后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像明天包括今天或者明天这个比特币价格，它要么的话呢就维持在这么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要么就会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调整。那么小的调整之后，我们位置可以看到在哪里呢？就大概看到这个价位，这个价位的话呢，大概就是在我们看一下，大概63000左右。就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的行情，我们整体就是以63000作为一个支撑附近左右作为一个支撑的价位。但是我们没办法，那你说今天或者明天有没有可能到63000呢？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它达到63000，可能也就在下个礼拜的大概周二左右，周一、周二左右。所以像今天的话，我们主要看到的一个支撑价格大概在多少呢？我给大家画一下线，大概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箱体震荡的上方，也就是大概在我们看一下，大概在64800左右，因为现在是65800。这里面也就大概将近存在着$1000左右的一个幅度空间吧，就这样的。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可能10月中旬的时候会有点下调，然后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元旦之前啊，或者圣诞之前啊，它会再有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它这个上升的顶点会到大概在多少点？有个预估吗？我个人认为今年下半年年底，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期节目，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先埋一个伏笔，知道吧？先不要透剧，要不然的话，我们往后做的节目，你会发现就是每个视频都在透剧，就这样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去揭开这个谜底。所以今年下半年的行情呢，也就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在一期一期的节目当中会向大家揭露起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频道。然后这个是比特币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行情走势。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10万美金的话，怎么做这个比特币行情会比较好？就我现在有10万美金，小白虽然小白，但小白有钱，跟大家开个玩笑哈。如果你现在有10万美金，打算说去投入这个市场当中，那我个人认为的话，我们可以先做，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数字货币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个人的话呢，就建议先做合约，就不是先做现货，就不要做合约。先做现货的话，就暂时先不要带杠杆，然后你可以在，比如说我们下一期的目标价位，比如10月中旬之前。到时候的话，你可以先买个30%，就先买个3万美金进去，知道吧？然后先看一下那个市场行情价格最终会往哪方面走。如果说，它真的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行情走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完全在这个月的一个最高点，然后再买进去，因为它都能到这个月的最高点，那肯定突破这个月的最高点的概率会非常大。所以我们到这个月的最高点，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目前的最高点价位是多少。目前我们这个月的最高点价位是66400，像现在是65800。66400，也就是说整个月9月的最高点是66400。对，就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66400左右，然后再买3万块钱进去，然后的话，我们就买6万块钱就行了。剩下的4万块钱，我们就暂时先不要动，作为一个流动资金在用。所以从比特币这一块，我们先不说其他币种，从比特币这一块，就从8月到9月，它的上浮幅度的点数就11.69了，这个数据。对。
就所以这个是比特币目前大概的一个行情包括下个礼拜和10月中旬整体大概就是这么走的。然后我们不仅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行情价格的走势，因为现在主流币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坊比较多一点嘛，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以太坊。那以太坊的价格的话呢，它直接是在6月份一直到8月份，其实是下跌了3个月。然后像9月份，现在目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像这个，但是它的涨幅的话没有比特币大，像以太坊这个月的话，只是涨了6.6%。但是6.6也挺高了。如果说你要相比股票市场的话，是高了很多。对，但是在整个数字货币市场里面，其实涨6.6%其实并不是很大的，就已经是比较优势没那么高的。对，比如说你像上个月它跌了22%，对不对？那现在我想知道你说3个月的这个时间，它是总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个涨幅是6.6。不是，它只是说这个月涨了6.6%。那它在最低的时候，它跌了很多吗？也没有，它之前跌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以太坊的价格。以太坊的价格，它直接是从今年的3月份最高的4000，一直跌到了上个月的2100，相当于跌了50%了，对不对？就砍了一半。哦，那这个如果说这个亏也是挺多的啊。对的，就所以比特币大涨大跌，像有一些山寨币，它一天翻个几百倍、上千倍也是很正常的，也是有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它这个行情跌个10%、20%，你就觉得很夸张了，或者跌个50%就已经很夸张了。但是你要想到，像有些数字货币，它一天之内跌个，直接清零了都有啊。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它直接清零抄底。对啊。那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说跌了一半，比如说它前面3个月最高点是多少呢？前面3个月最高点的话是到4000。4000，也就是说现在这3个月的话就跌到2000多了，就跌到2000了，差不多跌到2000。然后8月到9月的话要增加到多少钱？你看现在就已经涨到2600了，从2000涨到2600。那它就属于你说的它的增幅幅度就6.6。对。就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这个以太坊的价格从月线图上来看，10月份整体也是保持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跟这个比特币比较类似一点。那我这里有一个就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问的问题啊，就是那既然比特币的市场这么好，我为什么还要去选择这个以太坊呢？因为现在比特币的话，它毕竟占用的本金比较多嘛，知道吧？它是有要求的。对，就比如像你比特币现在6万多一个，那你以太坊才多少？才2000多美金一个。我明白了，就是我们买的话，可能就是在低点的时候买了之后，它可能也慢慢的这个上升趋势也有可能。那么以太坊未来有没有可能涨幅到比特币的这个行情？基本上没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现在主流的货币还是以比特币为主嘛。主流以比特币。对，就主流还是以比特币，因为大家只认比特币嘛。所以像以太坊啊，像果币啊这种就是币的话，它虽然说也有存在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它的体量它毕竟没有比特币大嘛。然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周线图，就是我们刚才看了以太坊的一个月线图，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周线图。周线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太坊的价格现在已经涨了大概3个礼拜了。涨了3个礼拜，像今天周六的话，我估计这个礼拜也是以收阳为主。它目前最大的一个主力价位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区间的高点，也就是在8月19号的一个高点。8月19号的高点的话呢，大概是在2700左右，现在价格是在2600，这里将近还有100多的一个空间吧，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关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日线图。日线图的话呢，今天以太坊的价格是小幅下跌，然后小幅的下跌，它也是跟我们这边也刚才说了，它主要的价格可能就是围绕在这个2700、2800，其实这个最主要就是在8月24号的一个高点。
然后它下跌支撑的一个价位的话呢，可能就会在这里，然后我们在这里画条线，就 OK， 稍等，我给我们在这里画条线，那么它的价格可能大概也就在这个箱体空间里面的一个下方线，下方线的话价位我们看一下大概在多少，在2500左右，所以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上下支撑的一个空间大概也就是在100个点左右，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以太坊的价格在下个礼拜，至少在星期三之前，可能还是会围绕在这个箱体震荡，就是正负现在的价格正负100个点左右这个区间来进行震荡。那么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说拿这个以太坊跟比特币做比较的话，我现在假设我要1万的美金，当我要去进行投资的话，你是不是建议我把80%放在以太坊这里，让它慢慢的去增长？那么我的其实的本金的占用比例是比较少的，然后把20%放在比特币那边，就这个篮子应该怎么分配？这个鸡蛋应该怎么分配在各个篮子里面？就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你不需要在一个货币里面下的比例太大，你知道吧？而且你也并不一定说非得所有的货币都去做，你就做几个自己熟悉的货币就好了，知道吧？你熟悉比特币你就做比特币，熟悉以太坊你就做以太坊，知道吧？你没必要说我比特币和以太坊我要就是那个雨露均沾，其实没必要，因为我毕竟不是选妃嘛。但是当我不是有一句老话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当我放在不同的篮子里的时候，我的获益是不是更高？因为我是小白嘛，我肯定会这么想。对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房天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逻辑。对，就所以我个人建议的话，暂时其实没必要去做太紧张的一个布局，因为现在市场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一个鸡蛋放在很多的篮子里。其实你只要做好一个资金的管理分配。其实你放在哪个篮子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让你说买比特币，一开始的话呢，你先买个30%，而不是让你100%全部买进去。就比如说我要100万的话，先买30万。对。那问一个比较隐私的话，房天买了多少？这个我们暂时先保留，知道吧？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会给大家建议。因为房天作为高级玩家，应该是在比特币最初期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其实就是在早期的话，我对比特币就是有持续的关注，但是我们当初主要做的话呢，还是以美港股为主，然后包括一些指数为主，然后比特币的话呢，也是在后来随着它的热度越来越高之后，我们的关注度也就越来越强。那是不是市场上，房天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市场上还有一个叫什么狗币的这种币种？对。就是狗币，你有时候觉得它那个名字就比较怪嘛，你看，就这里出现一个这是比较适合未成年人玩吗？它不是说适合未成年人玩，只是说，因为狗币当初的话，就那个伊隆马斯克他有着重去推广这个狗币嘛，然后就给这个狗币就形成了有一定的市场的一个热度，然后大家才去关注这么一个。那它的这个币种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往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然后当然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也可以在网络上其实也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资料和信息。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狗币的行情。狗币其实它也是跌了蛮多的了，它从4月份一直跌到8月份，跌了差不多4个月吧，这样的。狗币最早的话呢，就一开始的价就是在最高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它的价格是在0.2嘛，而现在价格的话呢，它最低的是跌到了0.085，而现在价格是在0.12，所以你看现在整个狗币这个月也是上涨，而且涨幅比较大，涨了19%，它的涨幅比比特币还大。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喜欢去玩这种非主流币的。但是我想，那所以比特币它属于主流币，那么狗币它的这个涨幅这么大19%，背后有没有幕后操手在调控它？肯定是有的。但是来讲，这不是我们所应该去关注的，因为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因为现在狗币它其实一个星期，就是说1个月涨19%，其实在整个数字货币里面，它并不是
最大的，还有一个可以涨个几千倍、上万倍的，都是有可能的，知道吧？就所以你不要觉得大惊小怪，哇，它涨了19%就已经很夸张了。在往后我们的数字货币之旅当中，你会发现其实19%也就洒水了。那你可以教我看一下这个狗币现在的一个整个行情吗？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它，包括未来的一个上跌跟下调？所以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刚才也整体讲解了一下关于数字货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认为的话，狗币下个月可能也会因为这个月你会发现它的涨幅还是比较强劲的，所以我认为10月份它有可能会延续一个强劲的一个上涨行情。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参考的目标价位可以先在哪里。OK， 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图。周线图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在7月22号，它有一个区间波段的一个高点。这个高点的话呢，大概是在我们看一下，大概就在0.14左右。因为现在价格的话是在0.12，所以它这个将近的话呢，其实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先把狗币10月份的行情价格就锁定在0.1476左右。就这个报价，知道吧？然后，那它如果下方支撑，我们看到哪里？下方支撑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的一个高点。这个高点的话，大概就是在0.1，就是0.106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下个月。狗币的一个区间震荡行情大概也就在0.106到0.14这么一个区间。也就是说，狗币其实要比以太坊还要低。以太坊至少有2000多个点。就是说狗币它波动的幅度，它要比以太坊更大一档，但是它现在的一个行情是在这些币种里面是比较低的。因为我理解的我是小白，我理解的我每次都要强调我是小白啊，因为房天老师在不厌其烦的回答我，因为我理解0.12，如果按照我们的金额来换算的话是比较低的。你不能说以价格来低基，因为我们买这个炒这个数字货币，一般是不会去看你那个价格的，它主要是关注的是你那个涨跌的幅度，才是我真正就是带给我有益的。哪怕你这个是1分钱的，那你从1分钱你能涨到2分钱，那我也翻1倍呀，对不对？但是你比特币的话，你从6万块钱6万美金，你涨到10万美金，充其量也只是涨了4万美金而已，你连1倍都没翻到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着重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你不要太在意这个价格。你发现，像比如说像这个佩贝币，比如说像佩贝币的价格的话呢，你发现它前面都多少个零啊？前面有4个零呢，对不对？那4个零，那你想一下，它得精确到多少位数呢？对不对？就后面多少位数？如果你以这个方式去做的话，那你说就是怎么可能嘛？对不对？那我现在理解的也算是狗币，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时机，是吗？至少现在不仅仅是狗币，像这个佩贝币，它的行情价格现在也是。就属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看，像佩贝币这个礼拜一共涨了0.01001，对，它完全是超底价。如果比比特币6万多的来比的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哦。所以你不能以这个就是价格来看这个行情。但是你看一下它这个佩贝币，它这个礼拜你知道它涨幅多少？35%了。那刚才狗币涨幅是多少呢？19%。对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4个币种，其实比特币的贬值是最低，涨值是最低的，它是11.69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刚才的那个以太坊是6.6%。6.6%，那它其实比比特币还低。但是我们的狗币要19%，然后这个佩贝币要30%几。对啊，将近40%。所以我们其实要看它行情的一个上涨趋势，不能去看它现在的定价是多少。对，你看像这个佩贝币，它这个月涨了42%，也就相当于说，你那10万美金，如果全部买佩贝币的话，你拿1个月你就赚5万美金了。这个我已经发财了哈。对，就所以很多人他有时候往往会在一些
非主流币、山寨币里面去做投机冒险，对不对？你就这个机会就很多嘛。但是你在股票里面，你说你得那就多长时间你才能赚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度？那我想了解一个，就是搞币跟这个佩佩币的话，它未来有机会就是冲到比特币的那个就是那个行情吗？或者说冲到这个主流位置吗？我认为不大，可能性不大。但是它并不影响我们自己在这里面去交易赚钱嘛，对不对？就像很多人买股票一样，你不可能每只股票都只是买苹果啊、微软啊这些大公司嘛，那小公司你也一样可以买嘛，对不对？就所以它并不影响我们去买小公司的股票嘛。明白。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佩佩币的一个行情价格。像佩佩币的话呢，它这个月就这个礼拜涨了43%，就这个月涨了43%，所以我们认为佩佩币也会跟比特币和狗狗币一样，就是在下个月可能还是会延续一个比较强劲的上涨行情。但是我认为佩佩币它的涨幅肯定是要远远超过比特币、以太坊和狗狗币的，知道吧？佩佩币。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投机性比较强的用户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在相对于买这些主流币，你可以买佩佩币为主，知道吧？就可能带来的机会会更多嘛。那为什么佩佩币会比其他的这个行情的上涨趋势要好呢？其实最主要的话，就像是它这个盘子比较小，就比如说你看像苹果的股票，它的市值已经超过3万亿了。你要拉到个10%，你就得花3000亿美金，对不对？那你想一下，那如果你是一只小股票，你只有就是1000万市值的股票，就它非常有潜力股，其实我们讲就有潜力股，它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对，就是比如说你像一只1000万市值的股票。那你只要拉到个10%，可能就只要花100万，就可以涨到10%。对。也就是说，这也就是0到1到10的区别。对。但是像比如说您刚才举的例子，像比特币啊这种主流货币，它已经是在1万到1万到这个10万之间，它的这个比例，它相当于它的阈值已经在顶点了。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只是把这个比特币作为一个参考。作为一个基准来参考，但是你让他真正去交易买卖的话，往往都是买一些山寨币、非主流币为主。为什么？因为这个赚钱才来得快，有发展空间。就我们从会懂得玩这个币种，或者说玩这种高级玩家，或者说股票玩家来讲，他们懂这一个底层逻辑的，会这么去操作。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主要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4个主流币吧。就4个货币为主，因为未来当中我们那个播客也主要是以讨论这4个货币的行情为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长期能够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呢是我们这个 podcast 的第1期节目，然后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暂时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然后现在马上到了国庆了，也祝大陆的朋友然后国庆节快乐，同时也祝海外的听众能够在整个10月份就是大发财，同时也希望财源广进。对，也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室，也同样也希望我们的小白同学能够尽快的学习成长，然后的话呢，在这个数字货币领域里面能够挖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对，我主要是想跟观众一起去成长。对。观众有什么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一些联系方式。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频道，然后取得跟我们联系，或者说加入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我们同时也会在电报群里面跟大家讲解就是一些主流数字货币的一个行情，同时大家也有机会就是跟大家更多的一些互动跟交流吧。就我们的房田老师会给大家在电报群里面分享一些他的一些心得，包括他的一些经验。对。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房田与小白的数字货币 podcast 的节目。那我们就先这样跟大家结束，怎么样？好，拜拜大家。拜拜。